爱已如天一阙，不问今夕是何年。淡然逍遥在人间，走过前世无梦。世人皆在看梦中，念破长空，扶摇直上珍苍穹。另个真容，我一笔写爱恨缱绻，文字隽永，我一笔皆变因果夙愿。对酒当歌，看我自如临近红线，故意如烟，为之于三间。扶摇一别，摇尽晨光，明月送竹简，遇上青天，残星北斗，劈山月之巅，风落苍间，却能可成关入二三卷，无凭无人生一夜间。杀人了！别声张，凶手可能还在附近。彼得和罗先生把组长杀了！不是我们！喂，快来人呐！杀人了！这下误会大了，该怎么解释啊？没用的，我们恐怕被人算计了。啊！快，组长在书房！快！彼得，有人来了，怎么办？父亲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听说是彼得干的。彼得？不能吧？组长怎么样了？彼得和陆仲夏呢？我们赶到时，人就已经不见了。封入出村的路，他们逃不掉的。是。节哀，跟我来吧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庄里的人一定在到处找咱们，唯有一个地方可以暂时躲过去。韦氏藏笔阁。咱们能想到，他们就想不到。这里藏有韦庄搜集到的所有无主笔灵，是极为隐秘之地，不经族长允许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如今族长一事，能不能进来，派谁进来，对他们来说很难决定。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寻找出路。出路？之前秦一盗笔，闯入藏笔阁后，就再没有现身。我怀疑这里有一条鲜为人知的出路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啊！
藏笔还设有机关，用来在比邻归宗时考验参加者的能力，要多加小心。你真的要和我一起走吗？留下来也是百口莫辩，只有离开这儿才能把事情查清楚。这是我唯一能为父亲做的了。这么多路，该走哪条啊？哦，好家伙，满墙都是字。也许答案在墙上刻的字里。哎，这又是干嘛的？不好，把手电关掉！咋回事啊？那毛笔被你的手电一照就有了反应，恐怕是一道感光的机关。啊！机关好像已经启动了。应该是刚刚那2只毛笔所化。陆先生，客心洗流水，鱼响入霜中。笔童没有视力，靠听声辨位，可以设法干扰他们的判断，然后悄悄接近。回家笔筒是由宣笔所变，虽然刚硬，但不够灵活。最好是将它分开，然后逐点击破。这壁上刻的都是些名家名篇，字体却杂乱无章，究竟是何意？哎呀，彼得大师，我这一招以声演步，你看如何？以声演步，我真是糊涂。声可以演步，字也可以演形啊。答案不仅在字的内容，更在字的字体。以书法的角度切入，才能找到正确的出口。剑稳入青苔，人下沽空镜。原来如此，就是这儿了。竟然在这儿！可是这周围一个字都没有啊！空无一字，正代表了书无止境的书法技艺。唯有领悟了这层道理，才算通过了比邻归宗的考验，得到与比邻神会的机会。嚯，这儿就是藏笔的地方吧？阿弥陀佛！以你的能力，完全能够通过比邻归宗的选拔。要不要试试，看有没有比邻跟你神会？比邻纵有千般好，罗先生不也同样不想要吗？咱们不要，有人倒是很想要。这么多比邻，为什么秦一当初只偷走了2只？也许是时间紧迫，来不及多偷。奇怪，这墙上为何全是剑痕？我之前和秦一交手，发现他的笔灵能画出2柄长剑，这些剑痕说不定是秦一留下的。可他为什么要劈墙？当然是为了找出路啊！你想啊，他连多偷1支笔灵的时间都没有了，哪儿还有功夫找门找机关？肯定是无差别暴力破拆最有效率。有点道理。哎，你们啊，就是太死脑筋，才相信机关牢不可破。奈何人家根本不遵守游戏规则。看这儿，啊，剑痕到此处突然中断了，应该是原来的门被秦一破坏了，现在又重新修补过了。找不到机关，看来为了防止有人从外面闯入，已经把它完全封死了。但当时的出口，应该就在这里。洞天石飞，轰然中开。嘿嘿，我听说过一个故事，有个压力很大的人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。是亚历山大解开绳结的故事吧？
嚯！我不明白，为什么藏笔密室要设计一条可以直接连通外界的路？也许是为了万一有紧急情况，族长在带着族人从密道撤走的同时，也方便将收藏的所有笔灵带走，将损失降到最小。哦，反而让人钻了空子。哦，终于能出去了，多亏有你啊，彼得，不然我肯定还在里面乱转呢。没什么，既然是我请罗先生来的伪装，也一定要保证你安全离开。哦，出去后我会跟严正和二柱子会合的。你家父之死疑点重重，我需要调查清楚。看来要与你们分开些时日。保重。所以你就这么和他分开了？是啊，这不是来和你们会合了？喂，你就这么睡着了？点睛啊点睛，我该在永心寺怎么做才能成功退笔？啊，连你也不知道吗？哦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？女人只会影响你拔剑的速度。别愁了，虽然彼得去调查伪装的事了，但还有我和二柱子，一定能帮你成功退笔。对了，彼得嘱咐不能让二柱子知道他离开的真正原因，否则这个石心眼子一定会不顾危险跑回去奔丧的。好说，就告诉他，彼得嫌我们在退笔冢的调查不够细致，自己去绿田庵重新调查了。能糊弄过去吗？快睡吧，行动才是王道，犹豫就会败北。点睛笔果然在这小子手上，看来房斌老师真的是被他害死的。永心寺是王羲之的七世孙智勇禅师住的地方。我调查后发现永心寺早就改名叫云门寺了。智勇禅师把他几十年间用废的几大筐毛笔都埋在了寺内的塔林旁，还立着一块刻着“退笔冢”3个字的石碑。喏，就是这儿了。你们听到了吗？听到什么？小心！受死吧！这谁啊？我哪知道？你是什么人？诸葛19，取你命的人！朝闻有子唱离歌，昨夜微霜出渡河。劝你不要插手，姓张的命我们要定了。啊！你们找错人了吧？他姓罗啊！啊！哎，什么情况啊？怎么回事？
我怎么变成画眉笔了？欢迎进入我诸葛一辉的精神领域，这里唯一的实体就是笔灵，你的思想也只能寄寓在笔灵上。我管你什么精神领域，都说了你找错人了。记得我刚刚念的诗吗？不骗你说出同样是象平5个月的骡子，怎么把你吸进了这个陷阱？骗我说骡，不如直接让我骂你呆头鹅。困住你的是石平之祖言语的沧浪力，想出去就只能以才华为武器，在解诗西韵上赢过他才行。哼，那你真是不走运。叔叔从小骂人都押韵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杀我干嘛？我要给房斌老师报仇。那是谁啊？心里清楚。赤手空拳不是办法。挥剑绝浮云。啊！这也太不结实了。哼，愚蠢。用箭如沙，射金甲。靠！他这刀不限量的吗？你的2个同伴自身难保。没人能救得了你。秋草救鹅飞，连山起烟雾。忧愁小计。龙飞入咸阳。这到底是什么笔啊？如传巨笔。怪不得有放大功能。知道怎么用正确的韵律念出这首诗吗？哼，你就只会用别人的诗来 battle， 自己一点能耐都没有。胡说！就算凭我自己也能料理你。哼，春眠不洗脚，处处蚊子咬。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？简直狗屁不通！少找借口。巴山楚水凄凉地，responsibility， 对得上你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既然你要跟我 diss， 就别怪我不给面子。你的规矩就是废着跟不上节奏，让人笑死。胡说八道的小鬼，闭上你的嘴，看我让你崩溃！不对，精神领域为什么被你支配？这些你永远也学不会。意志这么不坚定，以后别玩精神领域那套了。不然伏剑起。我的个乖乖，这又是什么鬼啊？万物有心难倦，可是渺如烟。似烟无知飞溅，笔墨成书签。红尘白纸
天地。